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似乎总是顺流？他们想的事情很快就能实现，机会自然而然的靠近，甚至连人际、金钱、合作都像在被什么力量牵引着自己找上门。而相反的，也有人明明努力、拼命上课、进修，坚持正向思考，写目标，做愿景板，但人生就像踩在原地跑步，越想改变越焦虑，越努力越卡住。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感受，那你并不是在人生疏运，也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的大脑正以什么频率在运作。这不是形而上学，这是一个可以被量测、被观察、被复制的科学现象。美国神经科学家乔·迪斯本扎 Joe Dispenza 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观点：你的思维、情绪与信念会在大脑中产生特定的电波频率，这些频率会影响你的身体、你的行为，并进一步影响你正在创造的现实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是在被现实影响，你正在用大脑的状态创造现实。一开始，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抽象，思想怎么可能影响外在世界？难道想一想就会发生吗？乔·迪斯本扎要我们看见的不是想，而是大脑如何运作。当你焦虑、担心未来、害怕结果，反复回想同样的问题时，你的大脑会产生高频率、紧绷的贝塔脑波。在这种状态下，身体会分泌压力荷尔蒙，让你进入警戒与生存模式。而只要你停留在这个模式够久，你会反复做出同样的反应，同样的选择，过着同样的生活。这就是为什么人生看起来像被困住了。但当你进入另一种状态，例如平静、放松、有愿景、有信任感，甚至只是安静的与自己同在，你的脑波就会转换到 alpha 与 theta， 身体会开始修复，情绪会自然放松，思维会变得清晰，行动会变得柔软但有力。而就在这种状态中，你开始能重新设计你是谁，以及你要走向的人生版本。所以今天，我想和你一起深入看看，我们的大脑电波究竟是怎么影响我们的人生？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显化，而有些人不行？而意识创造实相真的不是玄学，而是可以验证的科学过程。如果你曾经尝试改变人生，但一直不知道卡关到底在哪里，那你即将听到的内容会让你完全明白。想象一个场景，一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观察一群人做冥想，有的人专注呼吸，感受身体的每个细微感受，有的人闭上眼睛，只是想象未来的愿景。几周后，科学家发现一件惊人的事：那些真正投入、内在情绪与画面同步的人，他们的身体基因表现开始改变，免疫系统变强，情绪更稳定，生活也出现微妙但可量化的转变。这并不是科幻小说，这正是乔·迪斯本扎在全球做过的研究与工作坊中观察到的现象。意识本身是一种能量，而这种能量能影响我们的身体与周遭环境。换句话说，你的思维、情绪、注意力并不是单纯在脑袋里空转，它们像水波一样，在大脑、身体，甚至你周遭的世界中产生共振。当你停留在焦虑、恐惧或挫折里，这些脑波会让你身体释放压力荷尔蒙，心智变得紧绷，你做出的决定自然偏向自我防卫，结果现实反映出更多阻碍与混乱。相反的，当你进入宁静、信任、清晰的状态时，你的大脑波形会改变，身体开始释放修复性荷尔蒙，免疫力提升，思考变得清晰，行动也开始与目标对齐。这就是显化不是想，而是成为的核心概念。不是你闭上眼睛想象就会实现，而是你先改变内在频率，身心与宇宙能量场同步，
你的人生才会开始跟着你想要的方向流动。乔迪斯本扎用一个形象比喻来说明这件事。你的意识就像是一个调谐器，调整频率的每一次振动都会影响你所接收与投射的世界。如果你停留在旧有的模式里，你接收到的只会是旧的现实。如果你改变频率，你的人生也会跟着调整，开始出现新的可能性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是在被动等待命运安排，你的大脑正在透过电波、化学讯号与能量场塑造你正在经历的每一刻，而这就是今天影片的核心。如果你想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轻松显化，而你还在卡关，你需要先认识这个最基础但最重要的科学事实：意识、脑波、情绪、身体，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系统，决定了你所吸引和创造的现实。当我们理解了意识能影响现实的原理后，下一个关键问题是，大脑到底是如何运作的？这里就要谈到一个核心科学概念——脑波。大脑不只是思考，它像一个振动的发射器，每秒会产生不同频率的电波，这些脑波直接影响你的情绪、思维、行为，进而影响你正在创造的现实。美国神经科学家与量子显化研究者乔迪斯本扎将脑波分为5种主要类型，每种频率都有不同的功能，也决定了你是否处在显化的高效频段。首先是贝塔波，这是焦虑与求生模式，是我们日常最常停留的脑波，频率在12至40赫兹之间。低贝塔波12至15赫兹，让你保持警觉，完成日常任务。高贝塔波15至40赫兹则常出现在紧张、焦虑、过度思考或压力情况下。如果你长期停留在高贝塔波，你的大脑像不断重播同样的恐惧与担忧，身体释放压力荷尔蒙，你就容易吸引更多紧张、挑战与阻碍。换句话说，卡住的人生多半是高贝塔波在主导。第二个是 alpha 波，这是意识与潜意识的桥梁。alpha 波频率在8至12赫兹，是大脑从高警觉转向放松的桥梁。当你闭上眼睛，放松呼吸，专注当下， alpha 波就会出现。这时，你的大脑能更好地连接意识与潜意识，也更容易接收创意灵感，感受身体微妙讯息，甚至与宇宙场的智慧能量产生共振。迪斯本扎指出，高振幅的 alpha 波是显化的黄金频段，你在这个状态下才能真正感受已经拥有，而非只是想象。第三个是 theta 波，是疗愈与重编程的脑波。theta 波频率4至8赫兹，出现在深度放松或冥想时。它是潜意识重新编程的黄金脑波，过去的限制信念、习惯、恐惧能在这个状态下慢慢被清理或替换。许多顶尖治疗师、萨满、气功大师在进行能量疗愈时，脑波都在 theta 频段。theta 波的出现意味着你开始真正掌握从内而外创造现实的能力。第四个是 delta 波，这个脑波能深度修复与宇宙合一。delta 波是最慢的脑波，频率 0.5 至4赫兹，通常只出现在深度睡眠或高阶冥想中。这种脑波可以修复神经系统，清理身体垃圾，甚至促进端粒酶活性，延缓老化。更重要的是， delta 波会让意识进入与宇宙合一的状态，你感受到与万物连结，丧失孤立感。在这个层次，你创造现实的力量不再仅靠个人意志，而是与更大能量场共振。最后则是 gamma 波，是整合与灵光乍现的脑波。gamma 波频率40赫兹以上，是大脑高度同步运作的状态。当你在创作、解决难题、灵光乍现时， gamma 波会出现。它负责整合各脑区资讯，让你一次看到全貌，产生突破性想法。简单说， gamma 波是瞬间创造力与洞察力的脑波，当它出现，你对现实的掌握力也到达高峰。
这5种脑波像5把钥匙，每一把都对应不同的意识层级。贝塔波控制焦虑与求生， Alpha 波打开创意与潜意识桥梁， Theta 波重编程信念与习惯， Delta 波进入深度修复与宇宙合一， Gamma 波整合全脑资讯产生灵感。当你学会识别自己的脑波状态，就能知道自己为什么卡住，为什么显化无法发生。今天先把5种脑波的概念理解清楚，这就是你迈向科学显化的第一步。现在你已经知道5种脑波决定了你是否能显化。下一个问题是，如何让自己进入显化频段，而不是一直停留在高贝塔的焦虑状态。第一步，意识先于行动。显化的关键不是做什么，而是你在做之前是什么状态。想象你要驾驶一辆车，如果车子方向盘指向乱七八糟，油门踩满，速度再快也不会到达目的地。你的大脑与情绪就是方向盘。当你进入 Alpha 波或 Theta 波的放松状态，你的内在频率会对齐你想要的人生，行动自然跟上。第二步，感受先于现实。很多人以为显化是想象未来，然后等待发生。事实上，真正的显化是先感受已经拥有的状态。当你的情绪和身体都与目标同步时，大脑会自动调整决策和行动，让现实慢慢对应这个版本。这是科学可以量测的。大脑神经元在 Theta 波与 Alpha 波状态下会重新连接，改写旧有的信念模式。第三步，选择你停留的频率。情绪是脑波最直接的反应。焦虑与恐惧状态是高贝塔波，这会让显化受阻。平静、喜悦与信任状态则是 Alpha 波与 Theta 波，这会让显化加速。你不能完全控制外在事件，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内在频率。这是一个简单却强大的科学原则，大脑会依照你停留的频率创造相对应的现实。第四步，行动的自然流动。当内在频率调整到 Alpha 波与 Theta 波，行动会变得自然而有效。不是强迫自己做，而是你的大脑会自动指引你做最有利于目标的选择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不费力就能吸引机会。他们的大脑频率本身就与想要的现实共振。今天你只需要理解一件事，你并不是命运的受害者，而是可以掌控自己脑波与意识的现实创造者。掌握这个概念已经是显化的第一步。现在你已经了解了显化的科学基础。大脑每一秒都在发出电波，脑波影响情绪、思维、行动，意识的频率决定你吸引的现实。也明白了5种脑波的作用。贝塔波带来焦虑与卡住， Alpha 波打开意识与潜意识桥梁， Theta 波清理限制信念， Delta 波带来深度修复与宇宙合一， Gamma 波整合灵感与全脑资讯。当你开始识别自己在哪个脑波频段，你就能看清自己卡在什么地方，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些目标一直无法实现，为什么努力了仍然没有突破。显化的核心不是想象或祈求，而是你先改变内在的频率，身心与目标同步，行动才会自然跟上。这是科学可以观测、量测，甚至复制的现象。你并不是命运的受害者，而是现实创造的参与者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能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脑波，焦虑与恐惧慢慢褪去，平静与喜悦自然流动，灵感与创意随时出现，行动与目标自动对齐，你的日常就会像一个调写好的振动系统，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感受都在支持你创造想要的现实。这就是乔·迪斯本扎所说的量子显化科学，也是为什么他的研究与课程在全球引起热潮。它既有科学验证，也能带来实际改变。今天
我希望你能带走3个核心讯息。意识是一种能量，它会塑造现实，脑波决定你能否显化，你可以识别并调整它们，改变内在频率比强迫行动更重要。掌握这些，你就已经在显化科学的起点上迈出第一步。从此刻起，你的思维不再只是空想，你的大脑、你的情绪、你的行动都可以成为创造理想人生的工具。记住，你不是在等待命运，而是在创造命运。当你了解脑波与意识的运作规律，你就掌握了通往自由、顺流、丰盛人生的钥匙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